如果我说你根本没看懂最新一集讲了什么，你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子近期发展的心得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与我们一同再睡个回笼觉吧。众所周知，洛克斯的嘴里总会冒出一些故作玄虚的台词，而最新一集播出后，我其实有看到不少日本网友去调侃这点，念个几条给各位感受一下吧。洛克斯这些飘满中二气息的台词和行动模式，怕不是几年后连他自己回想起来都会成为他真正的噩梦吧。洛克斯虽然确实好好解释了，但绝望的是他说明能力实在差到离谱，听得人云里雾里，只能勉强做个大概。说起来，要是没有字幕的话，我甚至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求了，给诺克斯也配个像西马尼克那样能同声传译的翻译官吧。会有的。类似的吐槽向推文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条条念了。而我实际上是想以此引出以下问题，就是诺克斯为什么要一直说谜语？我们不考虑剧外的问题，仅从剧内的角度出发，好吧？我会理解成是对莫的不信任吧，我不知道这小什么成分，但是我又想提他一下。我反而是觉得，站在莫的角度，诺克斯是个一直在散播噩梦的人。这样一个坏东西，突然转过头跟你说，一切都是寇德的阴谋，寇德有大问题，莫能信吗？对，主要是现在对他来说，他也有怀疑态度了。所以我觉得从结果而言，诺克斯让莫自己去理解他说的话，反而是起到正面效果的。也就是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的谜语。他必须先让莫怀疑寇德本身有问题，之后莫才能听进他说的话呀。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于，诺克斯如果把话说得太直白，或许还会给莫带来危险。我有脑补过这样一段剧情。寇德 No.4 到 No.7 之间不是还有 No.5 和 No.6 吗？会不会是诺克斯对 No.5 和 No.6 说了大白话之后，导致这两位特工被灭口，或者他俩又被寇德误导得更深了，才让诺克斯在对待 No.7 时改变了方针？不过关于 No.5 和 No.6 的信息，包括他们是何时成为特工的部分，目前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就不好再往下联想了。这也是因为最新一集播出过后，连我们先前对于小羊前正是在加入怪斯克前夕，即2022年4月以前才成为特工的这个猜测也一并推翻了。由于推导剧中时间线的过程较为繁琐，这里我仅将结果分享出来。莫是在小学期间，即2015年或者之前去了私塾上的补习班，而已经成为特工的小鹰贤正，在这个时间节点最多才22岁。因为以小鹰贤正的那个履历和年龄去判断的话，小鹰至少在大学毕业之前已经是 CODO 的人了。是，而且还是作为培养下一代的教师职，有没有可能更早？他高中的时候已经是 CODO 了。我想的没你那么激进，他在大学期间才成为的特工可能会合理一点。另外，我现在一想啊，他申请调到怪斯克更有可能是为了布局了。个人推测，他第一次布局应该就是给富坚透露梦魇的事儿，那会开始他就已经有那个心了。对，包括他后面找物美太郎仿造名画赝品同理。当然，这部分目前缺失了关键信息，也不好再往下推敲了。看之后公布答案。同样是跟表达有关，我很好奇各位是如何看待 Zero 发布抹杀敌人这个任务指令的。或者我说的再直白点，你们觉得 Zero 真是想让莫去干掉这个脱离寇德的前任特工吗？如果不得不为之的话，那只能为之。我觉得他是想留一把贤正，他留着那个4号戒指。对，这集与之相关的分镜也比较隐晦地表达了他这个意图。如果他真想置敌人于死地，就没有必要留着他的戒指了。当时打电话那会儿，莫问敌人是谁 ，Zero 直接说了 Nox。是啊，但是后面 Zero 的个人解释里面，他从来都没有把 Eliminator 划等号给 Nox。或者说他也在让他干阅读理解了。对，就我个人看来哈 ，Zero 在明知莫对寇德和自己已经产生怀疑的情况下，依旧传达了这样一项任务，并且不做任何解释。其真正的目的大抵就是想要莫去违抗自己的命令，或者说通过自身判断去执行某些任务了吧。可以。会让我产生的上述想法，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暗密的分镜构成外，还有一点是在于上集洛克斯对 Zero 说的那句：“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吗？”换言之，莫这次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有可能已经在 Zero 的预想之中。是，而且该说不说啊，我之前会下意识认为 Zero 有鬼，或者说不是什么善茬，更多是因为我错把 Zero 当成了寇德的最高领导人。
毕竟 Code 这个组织肯定有问题的嘛。他只是个 handle 了啊，就是跟你对接的，他上面应该是还有人的。对，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会将任务性质定性为抹杀，估计也是为了应付上层的施压。对，如今看来 Zero 很可能是纯纯的压力位啊。对，另外，这集有个比较有趣的分镜是，美浪在说自己不敢相信莫竟然能潜入别人的梦境时，Zero 边说着作为特工保护梦主和这个社会免受梦魇的侵扰，这是你哥哥的使命，边拿起了桌上的 DVD。特工西塔组织的阴谋，好。其实那个应该是特工 Zero。我有专门查过的，西方国家的书写体里头会把0写成希腊字母西塔的样式，避免和字母 O 混淆。至于组织的阴谋，或许就是节目组想以此暗示莫成为特工，亦或者特工执行的任务实则是Code的阴谋了。其实看完这段后，我还有在怀疑 Agent Zero 的人物原型会不会就是 Zero 背后的男人？有，就是啊我觉得有。都市传说通常是真的。而且我也有在猜 Zero 的声优川平慈英后续可能会直接出演 Zero 背后的男人，毕竟他是日美混血啊，出演 Agent Zero 这个英国特工的原型也没什么问题吧。有可能的。这一趴我想通过一条匿名版留言说起，那个私塾处于森林之中也太可疑了。我本来还在想送孩子去的家长怎么会没有察觉，突然想起万金家现在根本见不到父母的身影，真的太可怕了。考虑到万金兄妹的身世理应会异于常人，他的爸妈也不会是啥普通人，且有一方应该是宇宙人才对。而有趣的是，我们上期就有瞎猜过，他们的爸爸大概或许应该可能就是 Zero。主要是没有任何东西去支撑他是老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猜测带入第2集，Zero 直接趴下来让莫奇的那个场景，就很像是爸爸在陪自己的孩子玩耍，是吧？对，这个作为旁证的话是能说服我的，没有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哈，我会觉得剧里真的会这样子展开，更多是因为美浪对 Zero 的态度实在太过诡异了。对啊，我也是因为看了美浪对 Zero 的态度，才隐约觉得他们可能是父女关系的。对，各位回想一下他俩在剧中初次见面的场景，你家的衣柜后凭空出现了另一个空间，并且还有个会说话的摩托车人，正常人的反应不应该是惊讶并且被吓到吗？但美浪的惊讶只是对于这个空间，对于 Zero 的反应，他表达的是愤怒。对，他直接跳过了对会说话的摩托车人感到诧异的环节，直接就怒了。至于他在怒什么呢？目前看来应该是为什么把我的哥哥牵扯进来了，或者为什么把我的哥哥置于危险之中。而若要套上父女关系这个假设的话，其中应该还夹杂了美浪对老爸消失了这么长时间的怨气吧。还有一个细节是，他们至今都没有互相做过自我介绍。美浪对 Zero 不报身份倒也正常， Zero 早就知道美浪和莫的关系了，但 Zero 不报身份是完全不合理的那也只能解释成他们从前就认识了，甚至就是父女关系，好吧。而且通过这集美浪向 Zero 3巴掌那个举动，其实日本那边也有不少网友开始往这个方向去猜了，毕竟那个氛围给人的感觉就是父女之间会做的事情。只能说我们可能又一次瞎猫撞上死老鼠了。I'm your father， 是给你蒙对了。有点东西。而且我还有个比较离谱的猜测，就是下集登场的那个新人物嘛，我觉得他就是莫和美浪的老妈。不好说哦，真不好说哦。这个新角色的演员好像是1984年生人。对的，是84年。84年是多少岁来着？41啊。莫是02年出生的，23岁。人生只能说人生。而且这个新角色会在新的 OP 印象里取代彼岸花和月亮那个镜头的位置。基于我们过往的 OP 印象解读，上库内估计是想通过彼岸花和月亮来反映梦主的梦境被梦魇侵蚀的过程。如此一来，是不是算在暗示这个新角色可能是始作俑者之类的定位呢？也可以。再结合招品屋成员对他是莫和美浪老妈的猜测来看，兴许是宇宙人的就不是他们的爸爸，而是妈妈才对了。只因我至今都未曾将美浪在第1集说的“你绝对是在连神明也遗弃的星球的根源中出生的”当成一句玩笑话给带过去。如此一来，我们先前不是有猜过Zero的本体可能是只黑猫吗？这期我想稍作修改，黑猫可能是莫和美浪的妈妈而非爸爸。至于是否真是如此，包括新角色究竟是不是他们的妈妈，短期内也找不到答案，我就坐等被打脸的那一天到来咯。好，进入下一个话题以前，用我先打个岔。招品屋的研讨并非网友言论核定本，可能不太符合发生主力军的论调。但如果你刚好跟我们一样爱琢磨点有益的内容，请务必给我们多点正面反馈支持，这是我更新视频版解析的原动力。例如，我各位周末追完番后仍想听下招品屋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收看我们周日晚7点半前后的直播。本节最后，我想再抛出一个问题供各位思考：
由于莫在现实中帮人便会遭受厄运，且基于其性格，他想要通过打工的形式养活自己，现阶段看来也不太可能。在不考虑爸妈给他留了一笔钱，或者Cord会给他发工资这两种情况的前提下，莫刚刚好有个妹妹能解决他的生活起居问题。刚刚好这个妹妹的梦里就住着一只梦魇，且目前看来这个梦魇还不会对妹妹造成什么影响，又刚刚好妹妹会时刻提醒莫不要把梦带入现实，再刚刚好是妹妹的鼓励，让莫在噩梦中振作起来，最终成为了特工。刻意安排的是吧？给我的感觉就像美浪的存在本身也是Cord刻意设计好的。从剧化角度出发，创作者只是需要这样一个角色去解决上述问题，但如果他们想在剧中对这点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这个妹妹确实是能再深挖一番的。毕竟美浪可是本片衍生剧的主角啊。对啊。且已知莫的身世大概率异于常人的情况下，身为他妹妹的美浪又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呢？当然，结合我刚刚的猜测来看，美浪到底是不是莫的血亲也存疑了。这里就先点到为止，各位感兴趣就请事后围绕上述问题与我们继续探讨咯。关于这集出现的私塾中的特别班是Cord用来筛选培养具备做明星梦潜质的孩子，这点剧里拍的足够浅显易懂了，我也就不再多提。关键在于Cord是如何进行培养筛选的。那这里我的个人推测是，只有能见到小鹰潜质的孩子才具备成为特工的可能。换言之，孩子们戴上耳机看那个很像戒指复眼充能过程的画面是在被催眠，而从莫摘下耳机开始，他就已经处于梦境之中了。我的判断依据在于小鹰手上的戒指，至少通过莫的日常装束以及富士间铁也和欧美太郎对于小鹰的回忆来判断，特工只有在梦里才会戴的戒指，而这同样能够解释莫为何会丢失了儿时与小鹰有过接触的记忆，因为这就是一场梦。对，也因为这是一场梦，Cord这边才有了删除莫记忆的空间，不是吗？对啊。本来我想要说通过观察其他孩子的状态来验证这一猜想的，但后面复盘时才发现，剧中偏偏就没有拍到其他孩子在小鹰出现后的状态。至于是为什么呢？想来也不必我多说了。当然，我不排除做明星梦的能力有着通过后天培养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特别班的学生们就是在一次次的补习中练习做明星梦，而这其中当属莫的资质最好，于是Cord便让他进入了下一阶段，也就是不断让莫做噩梦。他是被雷劈了之后一直在做被雷劈的噩梦吗？台词上说的是噩梦，他整段台词设计就是灵梦。方不方便问一下你哈基梅电话最早的噩梦是什么？他回答的却很像是我的回忆。噩梦本身无论是日语语境还是中文语境，你都无法分辨出他这个是睡觉的时候做的梦，还是说这件事本身对于他来说像噩梦一样，就是语言表达上非常模糊，你根本无法判断。高桥肯定是刻意这么去设计台词的嘛，就是不想让观众分清莫这个语境中的噩梦的性质。对，且莫初次上报纸那一回，新闻标题写的是中学生遭遇雷击后奇迹般存活，而这集又把他被雷劈的时间节点推前到了小学时期。除非新闻编辑是把准备上中学的小学生莫定性为了中学生，不然真不好去界定了。不过个人还是倾向于这集我们看到的不是梦，而是莫真实的记忆。也就是说，自从他被雷劈了开始，这种像是噩梦一样的事件便不断在他身上发生，且触发条件是莫想要帮助他人。至于Cord为何要设计这样一个触发条件，看完这集过后，我会倾向于是Cord不想让莫在现实里面帮人。譬如说，你现在在梦境也能帮人，现实也能帮人，那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帮人，你会不会放弃在梦里帮人这件事？对，他把莫现实里的欲望有意引导到梦里，让莫去把现实中的压抑全部发泄到梦里去。而且说实话，莫身上能摇出这么多不同颜色的胶囊，会不会是他以前经历的噩梦全部都被他藏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然后他自己扭出来自己用？就是你想要什么胶囊是要看有的那个人的意志的。如果走这种路线的话，就推翻了我们以往是 Zero 给莫安排了每次要用的胶囊这个假设了哦。对，主要是中间有个漏洞，大多数时候莫都是在没有任何案件线索的前提下，直接抽出1到2个刚好能解决当即梦魇的胶囊的。可能他潜意识里就知道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你如果这么捋的话，至少是能说服我的，就有点像是做预知梦的概念嘛。而且你们想想，每次任务完成后的节目尾声都会快速放一遍下个案件的部分片段，还有就是每集 OP 的尾声也会先快速过一遍当集的剧情片段。对，每次都在做预知。那剧中的逻辑是能自洽的，毕竟都做梦了是吧？对。等等，恢复胶
胶囊是林梦扭出来的哦。是啊，套用你们的假设的话，可不可以说是林梦在潜意识里想要恢复自身，他才扭出了恢复胶囊的呢？有可能。对，具体是不是就往后看咯。通过这集的演出效果可以发现，我们是能通过林梦的打扮来判断这是谁的梦境的。前半集如此，后半集同样如此。那各位应该也都看出来，他们后半集进入的是谁的梦境了吧？是诺克斯的梦吧？因为你梦躺在诺克斯存在那个维度的床上是这身衣服嘛。对啊，包括 OP 里和诺克斯在那里转圈圈的林梦也是这身打扮。对，不过我想稍作修改，严谨一点来说，这其实不是诺克斯的梦境，而是小樱先生的梦境才对。且十分有趣的一点在于，莫在进入小樱的梦境之后，让林梦遵循这个梦境的世界观活着即可。结果林梦在开打前就躲在了梦主的身后。对，至于我为何要将小樱先生和诺克斯区分开来呢？只因我至今都未曾放弃自己1个月前提出的假设，即小樱先生不等于诺克斯。其实还是有2种可能，小樱先生可能只是一个方法论搞错了特工。就你想说小樱先生等于诺克斯是吧？是，你看他一开始能对培养孩子做的毫无心理负担，说明他对这份所谓的工作，就梦境特工能帮人这个身份，他是有信念感的。他当时肯定觉得自己引领这一些新生代的特工是在做一件好事嘛。对，但是他后面肯定经历了什么信仰崩塌了，所以他觉得扣了不该留，跟扣了作对，甚至要利用梦魇，哪怕造成一定牺牲。OK 啊，就小樱的这份信念感被背叛之后，走极端，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但我主观上还是觉得，再怎么样，一个曾经浑身充满了正义感的男人，都不至于用这种会牵连无辜民众的方式去复仇才对。或者说他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对，为了救将来可能继续会牺牲的孩子们，天国与地狱是吧？必要的牺牲，这种怎么都是要被绑上铁路上的。我是觉得基于这档节目的设定，完全可以把锅甩给梦魇的。只要是诺克斯在替小樱做这些事情，那后面小樱至少还好洗白是吧？所以我会倾向于小樱贤正不等于诺克斯这个想法。不是，你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给我的感觉是，现在诺克斯干的所有的事，并不完全出于小樱贤之本人的意志。这个我们不是很多集之前就在这么说了吗？对啊，我们刚刚不就是在聊这个吗？那如果你也有这种疑问的话，我再补充解释一下吧。小樱贤正不等于诺克斯的意思，可以是小樱贤正加小樱贤正的梦魇等于诺克斯，也可以是小樱贤正的梦魇等于诺克斯。可以，包括这集后半集的梦境，你们也都知道是谁的梦境是吧？那在小樱贤正的梦境之中，小樱和他的梦魇分为了2个个体，是不是很正常？正常。那在别人的梦境之中，小樱贤正和他的梦魇，或者小樱贤正的梦魇进诺克斯是一个个体，是不是也很正常？对。那这样，我再补充多几个能支撑该假设的旁证吧。第12集播出后，官方小作文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关于与小樱先生一模一样的人，傅志坚说他绝不是那种会与梦魇同流合污的人。那么这难道是另一个人吗？谜团愈发深重。另外，正常一个角色有另一重身份或者名字的情况下，官网关系图是会把这些名字都给标注出来的。像假面骑士嘎布里拉基亚公开真名那集，关系图就把他的2个名字都写上了。可古川雄辉饰演的角色在现实中就是小樱贤正，梦境的他就真的只是写着洛克斯，他唯一相同的字段就只有演员了。对，包括演职人员列表那一栏也是有意将洛克斯和小樱贤正区分开来的。这集官网有提到，他们给暗影梦魇找来的声优佐藤健辅也曾为闪电十一人中的暗野影人配过音。后面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角色在初代游戏中需通过输入关键词 Shadow 解锁，2代游戏中则作为敌对势力的成员登场，后可通过特定条件进行招募。动画版中则被敌人洗脑操控，与主角团对抗，后被主角感化挣脱控制，并于下一季正式加入主角团球队。有趣的是，暗野影人自称从黑暗中诞生的暗黑战士，与洛克斯自我介绍时如出一辙，且他是受到外星陨石的影响才被操控的，与这子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宇宙人元素也扯上了关系。那不知道制片人邀请配过这样一位角色的声优为暗影梦魇配音，是不是也想做什么暗示之类的呢？毕竟这个角色是脱离操控后加入主角团的，和小樱后续要走的路线可能差不多。铁野让成华跟自己去光源出现的地点时说了句：“梦魇的阴影之下，小樱就在其中。”他是认为小樱贤正有可能在那个位置但这句话的表达其实是比较暧昧的，他完全可以解读成小樱就被藏在梦魇的阴影之下。是，我不确定铁野本人有没有这个意思，但从剧外的角度出发，高桥写出这句台词肯定是想让观众也 get 到这一层含义的。对，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过，铁野的推理大概率只会在和他有关的人的案件中才应验，于情于理，这个关系者都只能是小樱贤正了吧？对，就看下集能不能应验咯。
那假如真的是走我猜的这种路线的话，我想先趁机分享多几个无责脑洞哈，毕竟下次更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诺克斯在故事开头让墨和铁野赶上了噩梦，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以将此理解成诺克斯在设法打开小樱先生的心灵之门呢？毕竟这个曾经的学生和前任上司对小樱来说都是特别的存在。上期视频我有提到过，诺克斯打光的方式借鉴了平成初期拍摄怪人的手法，结合近几集的剧情，我推测创作者们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打红光与否来区分诺克斯的人格主导权。红光代表暗影梦魇主导，反之则由小樱先生主导。我认为即便下集末打倒了暗影梦魇，小樱之后还是得再亲自面对一回自己的心魔，只因他亲手打倒暗影梦魇之后，才能顺理成章的从特殊战士变为假面骑士吧。确实。且看下集预告，新角色不是拍上了一只紫色蝴蝶吗？我的理解是，在只打倒暗影梦魇后，蝴蝶将其带走，可在途中被新角色拦截了。这样一来，小樱就不得不再次直面自己的噩梦了。关于小樱先生为什么会变成了如今这样，我其实有2种不同方向的猜测。一是他的同事在某次任务中被阔斗放弃，使得他信仰坍塌了。影之梦魇身上是不是有特工的特征？半边身则是。梦魇是梦主害怕的东西的具象化，也就是说小樱她害怕特工嘛。对。当然我还有另一种猜测了，是小樱自己带过的学生因此上升或者陷入了永眠，才让深受打击的他被困在了噩梦之中，而他手上的戒指是作为这些学生们的遗物。也行。如果剧中走的是这种路线的话，那么小樱害怕的就是别人成为特工，自己在带着孩子们去死，那心态肯定崩。对，在我个人的推测里面，即便拥有了做明星梦的能力，候补生们还是要进行最终测试的，就像第1集的末一样，挑战成功的话便能当上梦境特工，可若失败了，这些具备做明星梦能力的候补生们或许就不是像铁野这种麻瓜那样只要梦魇被打倒便会苏醒，而是变成灵梦那样的存在了。换言之，具备做明星梦能力的灵梦有可能也是在最终测试中失败了，才成了如今这样。当然灵梦的问题短期内估计没什么苗头哈，现在纯瞎猜，少说等第2季再说吧。对，另外我会更倾向于小樱的噩梦和学生有关，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小樱的梦魇就在这个私塾里头，换言之她的噩梦或许便源于此，让他们卷进了这件事。对，而且你们知道吗？末第1集变身的时候同样在这个私塾里，他变成戒指之前做的那个特工过家家的梦也是在这个地方。对，当然这个事情的性质从末的角度出发也分2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阔斗是有意将末做明星梦的区域局限在了可控的范围以内。第2种，这是末害怕的地方，是他被卷进故事的原点，就是他不记得，但是他潜意识里这些东西都保留着。毕竟他的心灵之门就在这个私塾里头啊，我想这也说明很多问题了。现在看回来，世博集是越品越有味了。而且这集上湖内又拍了个很戳我的镜头哈，小樱刚说完自己一点都不害怕自己的梦魇，转头看到的却是末。对，个人理解里面，末是有成为特工潜质的孩子的象征，且他也已经成为了特工。无论从哪种方向出发，都可以引申到小樱可能害怕的人事物。当然这集还有很多拍得非常有味道的镜头，由于时间关系就不逐个解读了。反正看完这集后有给我一种感觉，即这集无论从拍摄手法、演出效果还是故事悬疑性上，都是未来不可能再复刻的节目了，就看1集少1集啊。也希望随着剧情的深入，这只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讨论度吧。当然能都是正向的就再好不过了。而事实上这集播出后，无论是 X 亦或是匿名版与这次相关的讨论数，相较前阵子也有了回暖的趋势。对，大约能继续保持咯。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这次近期发展的全部解读。当然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能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这或许才是我产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视频的意义所在。祝好梦，晚安，祝好梦，拜拜，辛苦各位了。